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剪影摄影。剪影摄影是一种非常有趣而且特殊的摄影艺术形式，它给我们拍摄者与观众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。剪影摄影顾名思义，就是背景亮而主体暗，从而使拍摄的摄影作品主题更为突出，而画面呢更加的简洁。比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，利用日出日落的逆光，太阳的位置在拍摄主体的后面，通过剪影的方式勾勒出小孩放风筝的情景。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时的光线最为柔和。拍摄剪影照片时，我们要考虑到主体的选择，主体可以是人物，在拍摄时我们尽量选择衣服比较紧身的服装，这样可以更好地突出人物的身材以及动作。比如这幅摄影作品，拍摄者通过人物侧脸的轮廓来表现出画面的整体意境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拍摄者通过拍摄鸟类的剪影，通过小鸟展翅飞翔的姿态，使整个画面充满了活力。除了动物和人物之外，我们还可以选择植物、树木等，通过晚霞的衬托来表现树木枝干的美感。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在对着天空作为背景拍摄时，不要太过杂乱，以免影响整体画面的氛围。比如这幅照片，在以蓝天作为背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朵朵白云，前方的树枝又显得过于杂乱，整体画面杂乱无章，而且在整体的色彩上给人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。这幅照片的色调是有问题的。这幅照片比上面一幅好一些，拍摄者是想通过日落来展现出前面剪影的效果，并没有展现出枝干的线条美感。这种画面上大面积的黑色使整个照片看起来并不美观，所以我们在选择剪影的时候一定要慎重。我们要选择外形容易辨认、轮廓分明的物体，无论是树木、人物或者动物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整体的色调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。拍摄者通过几棵小树作为主体，缓缓日落的太阳在画面的右方，在云层以及树木的倒影的衬托下，使整个照片显得非常有意境。这样的气氛与氛围能够牵动观看者的情感。我们说剪影摄影，说穿了就是一个黑影，除了轮廓要好看，背景要配合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要带出整体的气氛。即便我们看不到剪影的表情和细节，但是我们可以从整个画面来了解整张照片所要表达的情感。我们只要能够牵动观看者的情感，这张照片就算一张成功的摄影作品了。像下边这张照片，一位老者拄着拐杖站在余晖中，身旁有一个空的座椅，干枯的树枝以及光秃秃的树干环绕着整个的画面。这样的照片与氛围很能牵动观看者的情感，使观看者产生不同的联想。剪影照片的主体由于严重的曝光不足，所以基本上无法看到主体的细节，所以我们要通过它的轮廓才能表现主体，让观众一眼就知道拍摄的主体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在拍摄剪影照片时，主体轮廓的线条必须非常清楚。作为拍摄者来说，我们可以把主体轮廓当成一种语言，利用主体的轮廓来表达这张照片正在发生什么事。总之，主体轮廓的清晰能够帮助表达照片的内容。在拍摄过程中，主体与背景的配合能够让观看者有更多的想象空间。如果说主体轮廓是剪影照片的语言，那么剪影照片的背景就是一种修辞手法。就如同我们写字一样，
会写字并不代表我们能够写出好的文章，拍摄剪影照片也同样如此。在拍摄者利用主体轮廓来表达画面时，如果能利用背景来配合主体，相辅相成的把整体环境勾画出来，就可以使观看者有更多的思考和想象空间。像这样的剪影与背景的互动，可以带出照片的故事性。在这里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，虽然黄昏的太阳光可以很容易地拍出剪影效果，但是能够拍出剪影效果的不仅仅只有太阳，甚至画面不需要明显的光源，也可以拍摄出剪影的效果。比如门口、室内或者室外的亮度有可能相差甚远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并不需要寻找光源的位置，只要主体拍到曝光不足，也算是剪影摄影中的一种了。其实，只要我们仔细观察，剪影无处不在。作为拍摄者，我们不应该认为只有太阳的逆光情况下才可以拍出剪影的效果。如果那样想，就会限制我们的观察力和创意。其实，拍摄剪影照片并不需要太多的技巧，只要选对光源位置，控制好曝光，剪影是非常容易拍摄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所拍出来的剪影照片不仅仅是让人感觉到美，更让观看者觉得有故事在里面。好，我是老李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